终于来到时代广场朝圣啦！这是美国纽约最著名的时代广场，每年跨年的倒数计时都是在这里。这个就是达菲神父的雕像啊，他就矗立在时代广场的正中间。他用神父的身份啊，参加了很多次的战役哦，所以把他的雕像放在这里纪念他。你看啊，这里每一家商店啊，都极尽奢华的要把自己的广告做得更大、更华丽。最有名的就是这一个啦，时代广场这一个电视墙。不仅仅全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啊，都争相在这里买广告。连国家政府哦都愿意砸钱在这里宣扬自己的国家的观光特色。这里啊更被称为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或者是世界的心脏哦。你看纽约的下水道就一直在冒烟，其实这个味道很臭。哇，那下水道冒烟，好像蝙蝠侠。我们到中央车站啦。这个纽约中央车站啊，它是从1913年开始启用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喽。而且啊，这个也是世界上月台数量最多的车站，这个是全美国最大的车站哦。然后在19世纪的时候啊，建筑师在设计这个中央车站的时候啊，他受到了欧洲巴黎火车总站建筑风格的影响。所以啊，这个车站融合了欧洲古典主义，还有美国现代主义的元素，然后这里也获得了纽约最美车站的美誉哦。很多好莱坞电影都在这里取景哦，像是《西雅图夜未眠》啊，《复仇者联盟》啊，《绝地战警》啊，很多大片都是在这里取景的。你看，进来到这里面啊，我们抬头仰望这边最大厅的有一个标志性的黄道12宫的天花板哦。它上面装饰着12星座的图，还有2500颗星星。然后最有趣的啊，它天花板上面的星座图案是颠倒的哎，因为他觉得啊，神在看天空的时候啊，因为所在位置的和我们人类不同，所以看到的星座是反过来的。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另类。另外啊，车站的中央啊，这边有一个高达2000万美金的这个猫眼石的四面钟哦，就是这个钟的成本啊，就占了整个车站的1/3，而且这个钟啊，200亿年才会有1秒的误差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你看这个车站上面的这个榛果形状的灯饰啊，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装饰哦，因为他们资助了这个车站。另外再仔细看啊，你会发现灯泡都是裸露的，这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啊，为了展示他们的能力。能够提供电力来点亮这整个车站，因为在当时啊，电力还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个东西。然后啊，你看车站大厅这边有琳琅满目的时刻表，装置很精美的建筑细节，这边都是中央车站不可以错过的重点。这个就是在第5大道上非常著名的圣派翠克教堂。哇，这个教堂真的是盖得非常的雄伟漂亮。今天终于开了，我们昨天去3一教堂没有开，有点可惜。从中央车站沿着第5大道走，在众多的精品名店中，突然出现了一栋哥德式天主教堂，它便是圣派翠克大教堂。这里是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纽约市的重要宗教和建筑遗产。教堂可同时容纳2400位朝圣者，空间非常宽敞。祭台前的微亮灯光搭配高挑的梁柱和繁复的哥德式天花板，更加彰显崇高与肃穆之感。圣派翠克大教堂于1858年奠基，1879年对外正式开放。教堂整体都是以白色为主，建筑材料从外墙到圆柱都是使用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
这里值得一看的还有这扇已经有138年历史的青铜门。这扇门重达4082公斤，是由雕塑家约翰·安吉尔所创作。两边的门上分别垂直排列着6位浮雕人物，他们都是来自各方的圣人。而新加装的低调玻璃门也象征着圣派翠克大教堂的复兴。教堂的正前方有一座雕像，它在第5大道上也非常有名，便是希腊神话中的神阿特拉斯。传说阿特拉斯因为反抗宙斯失败，被惩处要双肩扛着苍穹。这座青铜雕像也是洛克菲勒中心里最大的雕塑。我们现在到洛克菲勒广场啦。这旁边呢就是各州州旗，你看亚利桑那州旗在这边。这里啊，这一块呀，每年冬天啊，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大型的溜冰场哦。圣诞节啊，就会开放人家在这个广场溜冰。夏天呢，这边就变成一个咖啡厅，露天的咖啡厅。啊，前面这个雕像也是很有名哦。洛克菲勒中心啊，它是一个由19栋商业大楼所组成的大型的城中城哦。这里啊是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资建造的，然后它在1987年的时候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家历史地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在最高楼层的观景台，也就是巨石之巅。这里啊不仅仅是欣赏帝国大厦的最佳视角啊，这边啊也可以远眺整个曼哈顿岛、中央公园啊，甚至布鲁克林大桥哦。哇，这一家是很有名的玩具城哦。哇，在甜棉花哎！哇，对啊，你看，他们就可以一人做一只。而这里唯一让我流连忘返的，便是这间纽约乐高积木旗舰店。一进到店内，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一棵既高耸又缤纷壮观的探索之树。这棵树完全由乐高积木拼砌而成，象征着探索及想象与包容的精神。这是乐高全球少数几家旗舰店才有的特别装置。这间位于第5大道上的旗舰店于2021年6月重新改装后，便以纽约知名地标和城市符号的真人大小乐高模型为吸睛亮点，像是可以坐进去的计程车、气派的帝国大厦及自由女神像，还有世贸大楼等等。如果你是乐高的忠实爱好者，绝对一定要来这间好逛又好买到不行的乐高旗舰店，因为每个角落都有一段等待着被发现的乐高探险。哇，这个是乐高做成的美国队长计程车，太厉害了！代表纽约的 Big Apple， 然后旁边还有雷神索尔在天空上，然后有钢铁人。啊，这个是 Q 版的自由女神，她的脸是会笑的哦。绿巨人浩克，哇！然后上面有神力女超人，哇，这边有乐高的消防员，他救一只狗狗哎。这里有蝙蝠侠。哇，这是蜘蛛人。我们现在来到美国纽约最著名的第5大道啦。这边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的一流名牌都在这里。珠宝商，你看纽约第5大道的普马。他把自由女神换成他们自己的。纽约第5大道是一条南北向，几乎横跨整个曼哈顿岛的重要街道。这里集结了许多热门且有趣的元素。第5大道也是全球最昂贵的购物街之一，
可以看到各种名牌、珠宝商，任何你叫得出名字的高档精品，全部都聚集在此了。所以如果想要逛街的话，第五大道绝对可以满足你。但如果像我一样不是逛街爱好者的话，这里的建筑和外观也绝对值得来走走及体验一番。沿着第五大道漫步，不久后便来到中央公园的东南角入口。这边有个大军团广场，很多人会在这里休息聊天。我们继续往前步行约15分钟，便来到纽约最著名的景点大都会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与巴黎罗浮宫及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并列为世界3大博物馆，所以每天到访的游客非常多。建议先在官网上订好票，可以省去在现场排队购票的时间。博物馆内的收藏包罗万象，从西元前的历史古物到当今现代的艺术品都有，规模横跨了5000多年的历史及遍布世界6大洲。由于里面的展区真的非常多，共有5大楼层及19个展览主题，但我们能停留的时间有限，便参考了网络上的攻略，照着必看重点规划参观路线。埃及艺术馆位于1楼的右下角区域，是我们一进馆的第一个目标地。这里展示了数以万件的埃及艺术品，包括了建筑、绘画、雕像和珠宝，甚至还有距今4000多年前整座完整的棚内部墓室。这座墓穴包括一个地下的墓室和一座石灰岩建筑，称为方峰墓。但埃及艺术厅当中的亮点，其实是将整座完好的丹朵神庙直接搬到博物馆里。只可惜这一天展区有活动，无法靠近参观，连著名的哈特谢普苏特的狮身人面像也被围栏隔得很远，让人有点小失望。但能近距离看到真实的木乃伊就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有点小震惊。接着来到美国之艺展厅，这里有许多美国历史、艺术、工艺和建筑等方面的文物和艺术品。不能错过的标志建筑就是位在大厅处的查理斯·恩格尔哈德法院，以及手持弓箭的金色戴安娜女神。坐在这个玻璃帷幕构成的大厅中，当阳光从上方洒落，会让人感觉整体氛围格外的舒服惬意。这里的2楼有2幅珍贵名画，一幅是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另一幅则是堪比缪斯的苏珊。旁边的欧洲绘画展厅约有1/3的区域都在展览欧洲绘画，这边有许多教科书上提过的名画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包括雅克·路易·大卫的拉瓦锡和他的妻子，还有梵谷的戴草帽的自画像及麦田里的丝柏树，乔治·秀拉描绘的大碗岛的星期天，爱德加的舞蹈课，莫内的睡莲池上的拱桥，其他还有像是高更的2名大溪地妇女，塞尚的玩纸牌的人，马奈的莫内家在花园里，还有萨金特的某夫人，老彼得·博鲁盖尔的收割，以及考特的暴风雨。还有目前所知道约翰尼斯·佛梅尔只有36幅画作仅存于世，其中5幅就在这里。佛梅尔被誉为光影大师，这在17世纪的绘画中非常少见。像在池水湖的女人画作中，透过窗户投入的光线非常柔和，还有桌上细腻的土耳其毯都值得细细品味。而当代艺术厅里有一幅不容错过的名画，便是毕卡索的《
格特鲁德·斯坦因的画像。对毕卡索来说，斯坦因早期的赞助对于他日后的成功至关重要。亚洲艺术展厅里是整个西方博物馆中最齐全的亚洲艺术展览厅，像这一幅翠竹双雀图，体现了宋徽宗的写实风格花鸟画法。最后的希腊和罗马雕塑厅展示了一系列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艺术品，是全世界最大的希腊罗马艺术收藏地。楼上的夹层展厅有一套完整的蒙特里昂青铜战车，这是1902年在农田中出土，战车来自罗马时期之前的意大利，也是现存同类作品当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我们现在到中央公园啦。中央公园啊，它位于曼哈顿岛的正中心，它占地啊大约有3.41平方公里哦，大概有超过500个足球场那么大。它是整个曼哈顿岛啊中面积最大的公园，再加上曼哈顿岛啊全部都是高耸林立的摩天大楼，被这些大楼簇拥的中央公园啊，又有曼哈顿后花园的美称哦。而中央公园啊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电影啊都在这里取景。然后也是当地居民运动、休闲、集会的好地方。我们到爱丽丝梦游仙境啦。这边和其他雕像不一样的地方是，爱丽丝的雕像是允许孩子们触碰跟爬行的。然后在爱丽丝雕像附近的小池塘啊，也有一个安徒生纪念碑，这边也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的景点。很多人都要在这里租船，准备在大湖里面划船。好多人在划船哦。拱桥到啦，这边好多人。The Lake 是中央公园里面第2大的人工湖，也是公园里面标志性的景点之一。这里啊，不仅仅是绝佳的赏鸟地点，在这边可以看到天鹅、鸭子啊、白鹭等等，很多游客啊都会选择在这里租船，然后惬意的可以在这边划船，沉浸在这个美丽的自然景色中。而这桥上的拱桥啊，更是这个 The Lake 的另一大特色。由于这里如诗如画的景色啊，这个拱桥啊不仅被称为现实与电影的浪漫交汇点，然后也被视为是纽约最适合求婚的景点之一哦。我们现在到毕士达广场啦，有人在街头表演哦，去看看。它内部天花板啊是有16000块瓷砖，这样一砖一瓦的拼构而成的49个精致的图腾哦，再加上拱门造型的内部空间，让整个下露台啊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拍照景点。这边呢是中央公园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哦。整个广场的亮点啊，除了历史悠久的上下2层露台之外啊，广场的正中间的喷泉，它的名字叫水之天使，更是中央公园的标志性的艺术品。然后有很多游客啊都会聚集在这里。我们来到中央公园的绵羊草原啦！哇，这一片实在是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啦！这边呢，绝对是最能够代表中央公园的景点之一哦。
如果你没有来过中央公园的人啊，应该都有看过一张类似有一大群纽约客或坐或躺，在一大片翠绿的草原上看书啊、晒太阳啊、野餐啊，甚至休息的照片。这个背景就是中央公园内大名鼎鼎的绵羊草原，而这个朝气蓬勃的那个树林绿地啊，然后和不远处高耸入云的都市的这些高楼大厦，正好形成一个极为强烈的对比。如果你想要体验看看道地的纽约客的生活，可以带着一张野餐垫，带一些餐点，就可以在这里好好放空休息一下。这边就是草莓纪念地啦，纪念那个披头士的约翰兰农。而草莓园的命名啊，则是源自于披头士的著名歌曲《永远的草莓园》。纪念碑啊，主要是有一个圆形的马赛克图腾，中间就印着约翰兰农最畅销的作品《想象》。那每年逝世纪念日的时候啊，草莓园都会聚集很多粉丝哦。这条就是百老汇街啦，哇，这一条真的是很热闹哦。百老汇啊，这个词啊，不仅仅象征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商业现场剧院哦，也是在纽约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超热门的旅游活动之一。这些歌剧啊，不管是现场的表演、舞台灯光的设计，还有歌曲啊，绝对会让你终身难忘的。哇哦，你看有没有很华丽？好典型的百老汇歌剧哦。我们已经要到时代广场啦 ，Times Square。哇，有尖叫鸡的自由女神，真的很好笑。这是纽约的 M&M 专卖店啦。这一间是百老汇的博物馆。我们现在在时代广场啦。哇，你看时代广场这么热闹，吓死人的电子墙。哇，你看这么夸张的电子墙哦，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电子墙。还有这一面也是，哇塞，时代广场真的是太夸张了，真的是满山满谷的人。